雷霆入体，虽未对楚风造成伤害，可却褪去了楚风所有伪装和手段。楚风恢复成了本来模样，也正是这本来模样，才让皇甫天族为之色变。你是楚风？你竟真是楚风！被人搀扶着的皇甫尚武也顾不得伤势，望着虚空之上的楚风发出惊呼。身为在9天之巅真正与楚风打过交道的人，他自然不可能忘记这张脸。什么叫做我真的是楚风？我从来没说过我是假的楚风啊！楚风笑着回道。雷霆入体，他脸上没有丝毫痛苦，以平静姿态望着皇甫尚武。这让平静的楚风则是让皇甫尚武心头一颤，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什么意思？你认识他？皇甫将心看向皇甫尚武。将心少爷，他就是楚风啊，就是9天之巅那个楚风，当代武者中最强的天才人物。皇甫尚武解释道。皇甫将心又不傻，他自然想到了这一点，只是他无法确认。而现在他确认了，眼中的愤怒更浓。他从第一次听闻楚风就想会一会楚风了，但没想到这第一次交锋却是在他皇甫天族的领地，并且还是这样的结果。同时外面的人也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一时之间全都炸开了锅。毕竟楚风的名字他们早就有所耳闻，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楚风真容而已。而那些最初加入楚风队伍但又被楚风淘汰之人，则是感觉楚风给他们的乾坤袋解开了封印。这一看才发现里面的宝物竟远超乎他们的想象。我们是错怪这楚风了。他们恍然大悟，此刻才明白楚风淘汰他们的良苦用心。因为现在来说，跟随楚风的人都要倒大霉了。虽说他们并没有看到那些人的身影，不知道哪些人去了哪里，但皇甫天族绝对会迁怒于那些人，反而是他们躲过一劫。但要说表情最为复杂的，却是皇甫战天。原来如此，这太古血脉塔的力量并非我皇甫天族族人唤醒，而是这个楚风所为。难怪啊！他当众便发出了感叹，而他的话语是如此权威，使得许多人都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只是塔外的皇甫天族众人听闻此言，那一个个的表情却跟吃了屎一样难看。他们也觉得皇甫战天说的有道理，毕竟他们也曾听闻楚风不仅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并且血脉之力很强，再加上太古血脉塔内的力量别人都无可奈何，可楚风却能吸收。如果说太古血脉塔内的力量其实是楚风唤醒的，他们也觉得靠谱。只是这话怎么能直接说出来呢？那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他皇甫天族的脸面不就彻底没了吗？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已是犯下杀头的重罪。只是这话是皇甫战天说的，他们却连个屁都不敢放，根本没人敢斥责皇甫战天。但他们岂会知道皇甫战天是故意的？想当初9天之巅，皇甫战天也去了。皇甫尚武刚出来便第一时间和皇甫战天讲述了大概情况。虽说皇甫尚武没有进入到最后的考核，可皇甫圣宇等人迟迟没有出来，且生命令牌出了问题，他便猜测皇甫圣宇若真死了，那必然是楚风等人所为。皇甫战天深知皇甫圣宇的族长宠爱，原本也想着皇甫天族是绝不会放过楚风了。可他遇到了宋长生，宋长生曾警告过他不可动楚风，否则皇甫天族便要到头了。他曾与宋长生交过手，感受到了宋长生的实力远在他之上，自然便知道宋长生的威胁绝对不是吓唬他那么简单。所以皇甫战天才告诉皇甫尚武，关于皇甫圣宇可能被楚风杀害这件事，既只是皇甫尚武自己的猜测，但最好还是不要将这猜测说出来，因为楚风身后有他们招惹不起的存在。皇甫尚武回到皇甫天族，便没有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只是一问三不知。如若不然，皇甫天族早就对楚风发出追杀令了。但皇甫战天没想到楚风会跑到这里来，并且还征服了太古血脉塔。在他看来，这不是楚风倒霉，而是他们倒霉，因为他是真的不敢动楚风，所以才当众说出这番话，让人们觉得楚风不是来抢夺，而是凭本事拿走那力量，也算是给了楚风一个台阶。但整个皇甫天族，除了皇甫战天和皇甫尚武不敢动楚风，其他人可都不会惯着楚风，几乎在场的所有族人都对楚风动了杀心，尤其是皇甫将心。楚风，你竟敢擅闯我皇甫天族领地！血脉塔内，皇甫将心望着虚空之上的楚风，双眼都要喷出火来，恨不得将楚风生吃了楚风。原本觉得此次太古血脉塔乃是他名垂青史的好机会，却不曾想这一切都被楚风毁了，他反而成了一个小丑。这里是你皇甫天族领地吗？这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吗？你们开启这太古血脉塔，不就是希望有人帮你们唤醒这太古血脉塔的力量吗？我帮你们做到了，只是奈何你们没本事收服这力量，若无法收服这力量，我们今日都要命丧于此。我不想死，便只能带你们收服了。楚风一本正经，义正言辞。
若是无法吸收，我们都要死吗？闻言，何止外人，皇府天族的众人也慌了，因为那力量确实恐怖，楚风不像是危言耸听。皇府天族族人都已有所相信，外人自然更加相信楚风的话。此时，人们虽然没有明说，可心中却也都意识到，原来这个楚风不是在抢夺宝物，而是在拯救皇府天族，在救太古血脉塔内的所有人。楚风，你说的真的假的？不收服这力量，他们都要死啊！淡淡问道。当然是假的，我瞎扯忽悠他们的。这力量唯有我能收服不假，但就算我不收服，这力量也不会杀掉在场之人。楚风回道。真有你的。淡淡笑道。虽然是假的，可确实很多人信以为真，就连皇府江心也信了。可是他不服。你少胡说八道，此物生于太古血脉塔内，又是我皇府天族族人淬炼所得，更是我族让这力量得以显现，与你有何关系？皇府江心凝声质问。他自然不会任由楚风将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与我无关。楚风轻蔑一笑。既然如此，那这力量你来收取，你来阻止这力量将塔内之人杀死。楚风此话一出，皇府江心呆住了，他自然不敢，若是敢早就动手了。来啊，你怎么不来？他就在这里，你来将他收走。楚风接连质问，语气一次比一次重。是你动用了妖法，是你用了手段，我们才无法收取。皇府江心辩解道。闻言，楚风又笑了，旋即只说了4个字：无能狂废。话罢，便不再理会皇府江心，而是认真收取那9色神雷。可也正是这4个字，将皇府江心脸都气绿了。他确实是在无能狂废，不管他怎么说，其实都没有意义。唯有他将那力量夺过来，才能证明自己。可是他不能，不仅不能，他更是不敢，甚至连对楚风出手的勇气都不敢。他害怕对楚风出手，反遭到9色雷霆的反噬。若只是如皇府上武等人一般，被雷霆重创倒也罢了，他怕死，他怕被那雷霆直接轰死。而人们又不是傻子，又岂会看不出皇府江心的懦弱？不只是外人，就连皇府天族族人心里也是多少有些看不起这位少主了。毕竟他们都相信了楚风的话，便也觉得那力量若不收取，他们真的可能会死。他们的少主没本事救他们的话，那还不如让楚风来救他们。就在此时，虚空之上，9色雷霆愈发耀眼，但下一刻天地安静，所有9色雷霆都进入了楚风体内。可与此同时，楚风的身影却消失不见，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唯有皇府战天看向了太古血脉塔的西北方向，他察觉到楚风的气息出现在了那边，不管楚风是自己的手段，还是太古血脉塔的力量，但他知道楚风逃向了那一边。大人，那楚风逃走了，我们该向哪边去追？塔外，皇府天族众长老看向皇府战天，他们都清楚这位大人的本事，就算他们不知道，也许这位大人知道。可皇府战天却是一脸怒火，问我干屁？我哪知道？闻言，皇府天族众人将目光投向了界善仙，毕竟界善仙与楚风是一伙的，抓不住楚风，抓住界善仙也起码还有交代。轰隆隆！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磅礴的结界之力如飓风般横扫八方，那些提前围住界善仙的皇府天族族人皆如树叶一般被卷到了远处。界善仙早有准备，击退皇府天族众人，便借此机会御空而起，向东南方向飞掠而去。他是故意的。楚风以暗中传音告知他去何处会合，但他知道皇府天族的人不会让他轻易离开，他是故意向其他方向逃走。只是他没想到，以他的实力，有一个人居然甩不掉，那便是皇府战天。皇府战天表面是1品天神，可眼下额头之上雷纹涌动，其修为已达到2品天神。但正常来说，就算是2品天神，也无法跟上界善仙的速度。这让界善仙意识到此人非常棘手。快走吧，别回来了，当我求你们了。可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界善仙耳中，乃是皇府战天的暗中传音，并且还是恳求的语气。这让界善仙一头雾水。而令他雾水更浓的是，皇府战天暗中传音之后，竟真的不再追赶了。此人这是何意？界善仙满脑袋的问号。但不解归不解，谨慎的他还是拿出罗盘，以宝物来确定四周无人，这才是调转方向去找楚风。找到楚风之时，王强也在，自然也是楚风暗中告知了王强会合的位置。只不过他们2个都已重新伪装了面容，就连界善仙也是伪装了面容，不过他们也是很快确认了对方身份。楚风，皇府天族的皇府战天，你认得？界善仙问道。皇府战天，是那个1品天神吧？我不认得呀。楚风道。你不认得？界善仙本来觉得那人是认得楚风才会不再追赶他，可若楚风不认得，他
他便彻底不理解那皇甫战天的动机了。见界善仙如此，楚风与王强也是询问发生了什么。界善先把经过告知他们，楚风与王强也是不太明白，那皇甫战天为何那般。罢了，不管他在搞什么猫腻，此事先不想了。楚风，告诉你一件事。随后界善仙将七界仙宗的人找他帮忙的事告诉了楚风。前辈，您想去？楚风问。你也随我同去吧。界善仙道。我擦，你疯了吧？刚刚我楚风兄弟可是现身了，那七界仙宗的人岂会不知道我楚风兄弟的身份？身为界灵师，你怎么就知道？他们不会觊觎我楚风兄弟的王之血脉。还不待楚风开口，王强便睁大眼睛看着界善仙，在他看来，界善仙此举简直愚蠢至极。若不是你认识楚风，胆这般与我说话，你现在已是死人。界善仙冷冷地看着王强，可王强却是不惧，反而轻蔑一笑。若不是你认识我兄弟，你现在已经成灰了，知道吗，老太太？王强此话一出，楚风赶忙将王强拽到了自己身后。成灰楚风觉得界善仙还能忍，可那句老太太往往会戳中年龄大之女人的痛处。果不其然，此刻界善仙看楚风的眼神是如此的幽怨，恨不得把王强的嘴撕烂。但他最终并未动手，而是看向楚风。楚风，你随我去吧，我需要你血脉的帮助。你放心，我保证能让你安然离开。界善仙对楚风保证道。兄弟，别去，你不是说他是七界圣府的吗？他也不靠谱，搞不好他与那七界仙宗是一伙的。你看他们的名字，七界圣府、七界仙宗，名字都这么像。王强暗中提醒。兄弟，你先回到神体天府。楚风暗中回道。兄弟，你真要去啊？王强咧着大嘴，无比意外。楚风，你放心，倘若他们真的心怀鬼胎，对你的王之血脉图谋不轨，我界善仙保证会让你安然离开。界善仙的暗中传音也映入楚风耳帘。前辈，我随你去。楚风对界善仙说道。同时楚风也在暗中告诉了王强他要去的理由。首先，界善仙之前已经在七界圣府救过楚风一次，虽然接触时间短，可楚风觉得界善仙这个人还是挺靠谱的。但最重要的是，他随界善仙来这里之前，也不知道皇甫天族的事，本身就是为了帮界善仙而来。来之前就知道可能会有困难，自然就更不能发现有困难便心生退意。何更况楚风也想与界善仙交好，毕竟他母亲的事始终是楚风的心结。而界善仙这种级别的人物多半是知晓七界圣府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行吧，要死一起死。那我也去。王强说道。楚风知道拗不过王强，于是看向界善仙。他想去便去，只是让他嘴巴干净点，不然我可真的不客气。界善仙说道。闻言，能伸能屈的王强则是大嘴一咧。嘿嘿，前辈，我脑子不好使，精神有点问题，您别与我一般见识。看到这样的王强，界善仙只是一脸的无语。随后界善仙便带着楚风与王强前往了七界仙宗。楚风，你在太古血脉塔内得到的那力量，可能让你修为增进？途中界善仙也是问道。还不知晓，因为眼下那力量并未完全成型，需要我以血脉之力进行淬炼，才能彻底完成。楚风说道。这么麻烦，将这个服下，对你应该有帮助。界善仙将一个闪烁着七色雷霆的丹药递给了楚风。这东西倒是不能增强楚风的血脉，也不是修炼之物，但却能够让楚风的血脉得到恢复。多谢前辈，前辈对我真好。楚风笑盈盈地说道，且接过之后便直接吞服而下。他太古血脉塔之行，虽说利用了皇甫天族，可他的血脉也有消耗，眼下淬炼那力量消耗更是不小。而界善仙这丹药刚好对他有用，谢就不必了。你这小子对我也不错。界善仙看着楚风笑着，比之以往又多了几分欣赏。他也清楚，暴露身份后还敢去七界仙宗，无异于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份勇气可不是每个人都有。